在人类历史上，很多文明是侵略别的文明建立起来的，因为人总是喜欢觊觎别人的财富，而懒得通过自己努力去创造。哈里森·福特饰演的雅各布·达顿在影片《1923》里说了这段话。故事发生在美国西部堪萨斯州，家主是来自苏格兰的移民达顿一家。雅各布·达顿的哥哥一家先来到美国，没多久，哥哥就抛下孤儿寡母，撒手人寰。嫂嫂绝望之际，给雅各布写信求助。当雅各布·达顿来到美国时，嫂子也死了，只剩下2个孤儿。于是他领养了2个侄儿，在这举目无亲的荒凉之地扎下根来，一晃就是几十年。时间来到1923年，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5个年头。垂垂老矣的他带着一家人正在经历着艰难的一年。作为牧牛为生的家庭，蝗灾使赖以生存的草场枯竭，没有了食物的牛群虚弱死亡。看着日益严重的损失，他忧心忡忡。这不仅仅是他一家的事儿，身为治安官的雅各布还要处理更为棘手的麻烦。蝗灾让所有依靠草场放牧的家庭都受到影响。一些不守规矩的牧羊者把羊群赶到了别人家的牧场吃草，结果羊被杀了。牧羊者们为此闹上了法庭，为首的是一个名叫班纳的羊倌。他恶人先告状，认为法官包庇杀羊者，却不提自己赶羊侵占别人的草场，而且当庭就大打出手。市长鸣枪制止。雅各布直言不讳，既然知道那是别人的土地，还故意侵占，就是盗窃。羊连根吃草的习惯，如果随意放牧，会让别人的草场成为荒地，这对所有畜牧的家庭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按照规定，除非下雨，否则山谷里不允许放羊。班纳明知故犯，罪加一等。于是班纳耍起了无赖，声称羊是自己跑去的，然后话锋一转，把矛头指向雅各布，声称达顿家拥有一座山才是牧场不够的根本原因。雅各布马上怼了回去，你想拥有几座山都没有问题，但是要自己花钱租，而不是靠白嫖别人的。说罢驳回了班纳的起诉。离开法庭，没讨到便宜的班纳不甘心地等在外面纠缠雅各布。雅各布建议他把羊群赶到无人区去放牧，班纳却说那里有熊有狼。雅各布怒不可斥地告诉他，怨这怨那的，就干脆别干这行了。说罢扭头就走。无言以对的班纳恼羞成怒地欲从身后偷袭雅各布，被旁边的警察拉住。这时镇长冲上来警告班纳，如果他还折腾，就让他进班房。雅各布也警告他，如果他还敢再践踏规则，那么死的不仅仅是几只羊，而是全部。说罢就和镇长离开。班纳明显不肯接受这个结果，他和达顿家这梁子算是结下了。这个班纳是镇上家喻户晓的无赖。离开了法庭，雅各布来到畜牧协会的会桌上，他提出愿意拿出自己的山坡来给大家免费放牧，但海拔较高，需要各家的牛和牛仔集中起来，方便统筹。先扛过这一季再说。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支持。雅各布领养的2个侄儿都已经长大成人，大侄子约翰一直跟在雅各布身边，早已成家立业。另一个侄儿叫斯宾塞，他是第1次世界大战的退役战斗英雄，但他为战争中留下的精神创伤所折磨。战后他来到非洲，成为一个赏金猎人，辗转在非洲大陆上猎杀那些食人野兽。这一天他接到一个新活，是要猎杀一只潜入酒店野营区的豹子。酒店经理把他和他的2个伙伴安置在营地旁边的帐篷里。对于这个能够独立战胜一头强壮的成年雄狮的男人来说，一只豹子根本就不在话下。所以斯宾塞把2个土著伙伴留在了帐篷里，独自在草丛里等待着猎物。与此同时，在一个教会学校里，印第安女孩正在受到玛丽修女的刁难，她努力地回答着修女的一个一个问题，一旦答错，手背就会被重重打击，鞭打不断持续，痛苦让女孩最终忍无可忍地把修女打倒在地。随后2人就被带去见神父，神父先警告了修女，然后面慈手狠地把女孩打得遍体鳞伤。
残忍的修女不顾女孩血肉模糊的伤口，回来就安排了一场沐浴，这几乎是在伤口上撒盐。洗完澡，修女看着女孩滴血的身体，警告女孩别再惹事，免得两人都要受到惩罚。女孩桀骜不驯地敷衍着。夜晚，在完成了一天的家务课程和洗脑之后，就到了睡觉时间。好友看到女孩骇人的伤口，安慰她再忍1年就可以脱离苦海了。女孩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以前毕业的那些印第安女孩都承诺离开后会写信回来，然而全都音讯全无，她们必定没有回到家，所以脱离苦海的唯一办法是逃走。雅各布的妻子卡拉是个能干的女人，白发苍苍的她对这个家庭倾注了所有的情感。这是丈夫回来的日子，她独自在廊下等待家人的归来。当听到马蹄声，她默数着远处的人影，确定一个不漏，才放心地回屋躺下。雅各布安排大家尽快集中牛和人手，每天饿死的牛都在增加，并问起小孙子的婚礼。杰克满无所谓地说自己可以让未婚妻推迟婚礼，这么直男的态度让父亲约翰觉得好笑。事事安排妥帖后，雅各布才进屋上床，看到妻子没睡，就把即将一起上山放牧的事情告诉了妻子。卡拉马上想到了小孙子杰克推迟婚礼的事，恐怕得自己出面解决。雅各布说杰克打算自己解决这件事儿，这让卡拉感到结果不妙。果然，当杰克笨嘴拙舌地向未婚妻提出推迟婚礼，这摆明是在告诉他还不如头牛重要。女孩子哭着摔门而去，这一状况让杰克措手不及，顿时慌了手脚。卡拉奶奶及时赶到，先把杰克劝走，自己提出和女孩谈一谈。卡拉告诉这个城市女孩，做一个农场主妇多么不容易，牛仔们风餐露宿在外也情非得已。牛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财产，是生存的基本保障，所以嫁给牛仔的浪漫和自由的背后是无条件的付出和信任。单纯又孩子气的女孩一抹眼泪破涕而笑，提出要跟着卡拉奶奶去找未婚夫。这对热恋中的小情人终于和解了。凌晨天还未亮，牛仔们就开始集中牛群，而同时羊倌班纳带着几个同伴偷偷剪开了达顿家的铁丝网，直接把羊赶进了达顿的草场上。这边各家集中的牛群被牛仔们赶着上了山。当杰克率先来到山坡，却发现了班纳的羊群已经侵占了草场，而远处的班纳举起枪，毫不犹豫地就向杰克开了一枪，杰克应声落马。营地外，一个女子独自起夜，身旁忽然冒出一只豹子，将其扑倒在地，接着消失在齐腰深的草丛中。听到动静的斯宾塞赶过来，凭经验在不远处的树上找到了那只正在大快朵颐的豹子。这时，另一只豹子正闲庭信步地走过帐篷，帐篷里的伙伴大惊失色，急忙冲出来大声警告。刚刚干掉树上这只的斯宾塞急忙回头，只见草丛中跃出另一只扑倒了同伴。他大步上前了结了这只豹子，但同伴已不幸遇难。失去同伴的斯宾塞怒气冲冲地来到营地，大口灌着酒缓解胸口的疼痛。胸口是豹子留下的血淋淋的爪印，医生为他清理伤口时告诫他，还需要去医院再次清创才行。酒店经理姗姗来迟，搭档提出要把死去的伙伴送回部落。酒店经理马上表示可以安排他们上火车。人都散去了，斯宾塞缓缓说道：“这是一对正处在交配期的豹子。”他们形影不离地一同狩猎，而酒店经理却隐瞒了实情，导致自己判断错误，痛失伙伴。面对指责，酒店经理圆滑地否认着。斯宾塞要求他道歉，他满不在乎地随口道着歉，似乎一条土著的生命对他而言并无所谓。这深深地惹怒了猎人。斯宾塞愤怒地鸣枪警告，酒店经理才惶恐地认真道歉。教会学校继续着对印第安女孩们的培训工作。印第安女孩泰娜在玛丽修女打了自己好友时义愤填膺地站了出来，玛丽修女息事宁人地退让了。
一天枯燥的学习后，唯一果腹的是一盘生蛆的食物。泰娜抱怨了一句，玛丽修女马上冲过来动了手，女孩也不甘示弱地还手，接着就被一群修女按倒在地。泰娜的叛逆深深地惹怒了神父，他把女孩关在一个烈日下的木箱里，警告她如果再敢造次，就让她彻底消失。烈日高温下的木箱像高压锅一样，经历了断水断粮的一天。泰娜被拖出来时已经严重脱水，虚弱的完全无法动弹。她被扔进浴缸里清洗，监督洗澡的修女趁机对她上下其手。玛丽修女则把一桶冰都倒进了浴盆里。她告诉泰娜，自己是代表文明来消除野蛮的。女孩竟然恩将仇报，说完就拿出棍子把奄奄一息的泰娜打了一顿。泰娜的母亲过世了，父亲在外放牧谋生，奶奶住在原住民保留区，她希望获得孙女的抚养权，这样就能把女孩接回来同住。但是法律条条框框繁杂而不近人情，等了几天才见到官员，没说两句就不耐烦地打发奶奶去找其他人。羊倌班纳一伙偷偷把羊群赶入达顿家的草场，被杰克发现后还穷凶极恶地举枪射击，所幸只是打中了马，杰克被倒地的马死死压住。羊倌们还想上前灭口，听到枪声的雅各布和牛仔们及时赶到，双方开启了一场枪战。羊倌们很快败下阵去，愤怒的雅各布把班纳揍了一顿。然后把羊倌们脖子套上绳索扔在树林里。杰克问爷爷，那些羊倌会不会死？爷爷告诉他，那就要看他们的马忠不忠诚了，而且自己也不希望他们全都死了，因为这些喜欢觊觎别人财产的贪婪家伙是杀不完的，只有让惩罚的恐惧压过贪婪，才能以儆效尤，而活下来的人就是最好的宣传。所以谁死谁活就留给上帝决定吧。可上帝从来不按常规出牌，偏偏只有无赖班纳幸运地逃过一劫。新的城市，新的猎物。痊愈后的斯宾塞继续着猎人的生活，独自在酒吧喝酒的他却成了度假区女性们的猎物。一个英国美女上前搭讪，女人们兴致勃勃地隶属着她的丰功伟绩，有的没的全都安在她身上，来满足自己对英雄的浪漫幻想。金发美女敏感地察觉到斯宾塞身上的落寞，于是问他为何要当猎人。斯宾塞坦言，人只有在面对死亡时才能感到一丝活力。话语间透露出无法体会生活的麻木感和对生命的淡漠。说完，这个充满忧郁气质的帅气男人投来一束深邃眼神，让女人瞬间沦陷了。旁边的女伴感觉气氛不对，赶快上前告诉斯宾塞他已经订婚了，然后拉着女人离开。很快，斯宾塞就接到一个新活，他决定第二天就动身前往目的地。当晚，在酒店的宴会厅正在举行一场订婚宴，女主角正是亚历克斯。她对即将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感到抑郁，不顾宴会众人的目光，起身离开，到外面透气。追来的女友安慰她，女人嫁给一个好人比嫁给爱情更重要。艾利克斯表面敷衍着，内心却无法接受。转身间，他看见那个与众不同的猎人，他忽然希望这个男人带他逃离这里，但未婚夫的呼声打断了这一切。清晨，斯宾塞坐上离开的汽车，花园中是女人周旋在亲友间的身影。他心底浮现出一丝相见恨晚的遗憾，然后转身上了车。亚历克斯也注意到猎人的车子正在离开，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不能放手，绝不能任凭自己沦为一场家族交易。于是他突然抓起自己的行李，不顾一切地奔向斯宾塞的汽车。车子停了下来，他毫不犹豫地跳上车，要求带自己一起离开。
斯宾塞告诉他，此去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女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愿以性命相随。斯宾塞面露喜悦，车子绝尘而去。斯宾塞这次的目标是一头偷袭铁路工人的土狼。据工头介绍，这只土狼单独行动，只要命不吃肉，善于隐藏、埋伏、偷袭，不留痕迹，连陷阱也不管用。上次痛失伙伴的教训让斯宾塞不再完全信任这些描述。他提出要找当地人询问，但最近的村子也有10公里，他只好作罢。清晨的草原景色清凉。独自醒来的亚历克斯来到帐篷外，正遇上回来的斯宾塞。恢宏的景色往往引起宏大的话题。亚历克斯聊起了人类的起源，这让斯宾塞想起一个有孩子脚印化石的地方，瞬间引起了女人的好奇。于是两人驱车前往，路上景色绚丽，女人像个孩子一样的开心。来到目的地，岩石上那些小脚印的化石让亚历克斯不禁感叹人类的渺小，生命的短暂。斯宾塞赞同地说，那就不要浪费任何一天。于是这对一见钟情的恋人终成眷属。回程的路并不太平，两人遭遇到大象的攻击。斯宾塞打死了大象，但是车子损毁，无法启动。两个人只好爬上附近的一棵树过夜，但是树还不够高，不足以抵抗会爬树的豹子和狮群。亚历克斯打了个冷战，要过酒壶，闷了一口压压惊。夜晚，大象的尸体引来了狮群。被惊醒的亚历克斯第一次近距离观看一群凶猛的狮子撕抢着象肉，感到无比恐惧。紧接着，附近又传来一声声阴冷的叫声，引起了狮群的骚动。斯宾塞说那是土狼的叫声。很快，一群土狼围了过来。狮子群与土狼群紧张地对峙起来，为了食物，双方开始互相攻击。这阵仗把亚历克斯吓得哭出声来。声音吸引了一只母狮子，他发现了树上的两个人。母狮子开始爬树，斯宾塞不得不开枪打死了他。枪声打断了双方的战斗，狮群围到了树下，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攀爬。亚历克斯吓得绝望地大哭起来。终于，一个救援车队缓缓开来，两人终于得救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插曲不仅没有吓退亚历克斯，反而让两人更加如胶似漆了。雅各布安排人把缴获的羊赶到了保留区，送给了食不果腹的原住民。然后把牛群安置好，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当一众人等骑着马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伊丽莎白狂喜地尖叫着就奔了过去，杰克也迫不及待地奔向了未婚妻。老雅各布青春焕发的策马奔向卡拉奶奶，搞得卡拉一脸的担心。一下马，雅各布就告诉妻子自己要进城找治安官，这让刚见面又要分开的卡拉心生不悦。老雅各布马上说这次带着全家一起去。卡拉开心地笑了。此时班纳也精疲力尽地走回了家，刚到家就安排儿子去集结人手。老雅各布一家打扮整齐来到城里，正遇上路边有电力公司的人在介绍各种电器，大家好奇地围过去。销售员忙着介绍洗衣机、电冰箱，只要付一点电费就可以从家务事中解脱出来。杰克却认为这些看起来便利的物品只是为了让人变成电力公司的奴隶。说罢，丢下哑口无言的推销员，扬长而去。
在治安官办公室里，治安官不赞同这种老派的偏激做法。老雅各布则认为，那些妄图杀死自己孙子的恶棍必须受到严厉惩罚。如果法律不能解决这些暴徒，那么就由自己动手。当他来到家人身边时，天色已晚，一家人决定在城里住一晚，第二天再回去。这个决定对一家人来说跟度假一样开心。当晚，杰克就带着未婚妻和朋友们跑到地下酒吧痛饮。接着，小两口就回到酒店共度了良宵。而这一切都被班纳的人看在眼里，他上马偷偷回去报信。清晨，雅各布和卡拉很早就起了床。卡拉感叹世界变化很快，人变得越来越贪婪。雅各布告诉妻子，不论世界怎么变，自己都不会改变爱听他絮絮叨叨的习惯。说完就自顾自对着镜子发起呆来，镜子里的自己老得很厉害，以至于雅各布都无法相信镜子里这个陌生的老男人和自己有任何一点关系。卡拉凑过来瞟了一眼，笃定地告诉他自己也不认识这个男人，这让雅各布嘴角泛起一丝苦笑。一切安排妥当，一家人准备回城。雅各布安排牛仔们在前开路，自己跟着马车一起。当一行人来到路途中时，突然遭到偷袭，枪声响起，伊丽莎白中枪，受惊的马拉着伊丽莎白狂奔而去。杰克拼命追着马车救下了未婚妻。对方人多势众，雅各布占据地形对抗着。这时，班纳出现在身后，他手持一挺机枪，呐喊着雅各布·达顿的名字，朝他们开枪射击，瞬间击中了雅各布和约翰。这时，牛仔们终于赶到了，班纳连忙跳上车，驾车而去。当枪声渐渐减弱，卡拉起身看到中枪倒地的雅各布，约翰头部中枪当场死亡，艾玛失魂落魄。愤怒的卡拉抓起一把枪追上一个班纳的同伙，一枪干掉了他。但复仇并不能改变痛苦的事实，回过头来就是对雅各布的急救。卡拉强装镇定地指挥着众人。雅各布嘱咐手下不能报警，不能透露自己的情况，否则那些垂涎农场的人都将蜂拥而至。说罢，他扭头嘱咐卡拉，必须让斯宾塞回来，家里需要他。医生终于赶到了。Lord help us. You tended the girl. You and I begin with him. 卡拉失神地来到屋外，拿起笔给斯宾塞写了一封沉重的书信。Spencer, your brother has been killed.Whatever war you fight within yourself must wait. You must come home and fight this one. 修女们对印第安女孩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觉醒的泰娜再次上前打抱不平，被修女们抓了起来。她的屡教不改被定义为恶魔上身，于是开启了一场变态而残忍的驱魔仪式。No, I don't.暴打、剪头发、用铁丝球擦背，直到把女孩折磨得遍体鳞伤才善罢甘休。夜里，饱经伤害的女孩内心复仇的火焰熊熊燃烧，她给自己抹上战斗的面纹，用装着圣经的枕头套偷袭了正在睡觉的玛丽修女，然后掐死了她，把自己脸上的伤痕如数奉还。卡拉写完给侄儿的信，独自跑到远离房子的旷野嚎哭，以发泄内心的绝望和恐惧。片刻后，他擦干眼泪，重新振作精神。他知道接下来的一切艰难都只能靠自己来撑了。回到家，他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打扫屋里的血迹，然后安排工头赞恩去寄信。卡拉再次要求不可以报警，不可以找援助。工头赞恩问：“那畜牧协会的每月会议呢？”
如果雅各布缺席，那事情就会败露。卡拉思索了一下，说自己会代替他去，而且老雅各布已经熬过了最危险的第一晚，后面会越来越好的。牛仔悲观地警告道：“不要抱有希望，因为希望往往会让人无法理性地面对事实。最好趁现在赶快告别。”卡拉意识到所有的人都不看好老雅各布的病情。但即便如此，卡拉默默下决心，绝不放弃。洋官班纳在这场偷袭中同样损失惨重，幸存的2个同伴惶恐地认为达顿家很快就会来报复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但是班纳另有主意，他来到矿业老板的豪宅，谎称雅各布和其继承人约翰已经死了，自己会在半年内拿到达顿家的黄石农场。而黄石拥有储量丰富的矿产，言下之意，以这些矿产来换取支持。老奸巨猾的矿业老板马上反客为主，一个穷洋官杀了几个人，并不代表就可以拿下黄石农场了呀。不过他这不怕死的劲儿倒是可以利用一下，于是决定自己幕后出钱，由班纳出面拼命，到时候矿山归自己，草场归班纳。最后他警告洋官，敢耍花招，后果很严重。班纳痛快地就接受了这个交易，很快他就重新组织了一队人马，直奔山上达顿家的草场，杀死了牛仔，抢走了正在放牧的牛。杰克的未婚妻伊丽莎白的父亲也在这次袭击中遇害，他的母亲赶来取消婚事，杰克无法接受。丈母娘则表示，如果想结婚，就一起离开这个危险之地。杰克直言，丈母娘无权威胁自己，气得他伸手就给了杰克一耳光。卡拉奶奶马上把这一耳光补了回来，并警告他，自己的孙子还轮不到他来教训呢。女人无言以对，起身去冰库接丈夫的尸体。卡拉问女孩的想法，伊丽莎白表示自己想留下。卡拉转身来到屋外，告诉女孩的母亲，女孩不想走，这可把女人气坏了。她声称自己会派人来接。卡拉告诉她，除非女孩自己想走，否则谁也别想带走她。女人只好愤愤不平地带着丈夫的尸体独自离开。这时牛仔赶来，告诉卡拉至少一半的牛被人抢走了，放牧的牛仔也被打死了。杰克冲动的就要去拼命，卡拉奶奶极力劝阻，要求给自己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对策。扭头就来到丈夫的病榻前，一边祈祷一边踌躇着该如何是好。一半的牛丢了，人也死伤无数，最致命的是群龙无首。这时老雅各布奇迹般的缓缓醒来，他告诉妻子，一切凭他做主，这时需要及时止损，保存实力最重要。丈夫的醒来如同给卡拉打了强行针，出门他告诉大家不要牛了，并把工头赞恩喊了过去。雅各布嘱咐他该如何利用剩下的牛把银行的债务还上，然后由卡拉代替自己出席序幕会议，理由是自己去抓偷牛贼了。这一切都是缓兵之计，为了拖延到斯宾塞回来。赞恩担心时间太久，雅各布告诉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畜牧协会会议上，卡拉独自前来，在这全是男人的会场上，卡拉奶奶毫不畏缩，气势拉满，上来就说明自己代表丈夫出席会议的原因，利用大家对偷牛者的憎恨和亲家鲍勃的死，赢得了众人的愤慨和支持。大家大喊着要杀死凶手，搞得班纳如坐针毡。接着卡拉话锋一转，复仇也要合法呀，于是提出畜牧协会需要有自己的执法权和执法队，执法队覆盖整个州，而且可以对那些违反土地租约、盗窃牲畜的犯罪进行逮捕和起诉。这个提议已经由自己的丈夫争取到州长的支持，现在需要整个畜牧协会的会员来投票支持这一提案。班纳吓得马上反对，理由是女人不能发起投票。卡拉马上拿出丈夫签署的授权，并把签字交给了治安官，确认确实是雅各布的签字。于是公理战胜了良俗。当这个白发美女再次倡议投票时，众人压倒性的人数支持。失败的班纳扭头离场。得到全票通过后，卡拉清楚明了地通知费用分摊，减少了会议频率。说完就果断宣布散会，真是雷厉风行，果断利索。来到门外，刚松了口气的卡拉就听到班纳的声音。躲在门外的班纳大声指责卡拉撒谎，卡拉马上反唇相讥，
不如回到会场上去说吧，把事实都说出来。吓得班纳话锋一转，直指雅各布根本没去追什么偷牛贼。卡拉则接过话茬反问道：“你怎么会知道他在哪里呢？”问的班纳哑口无言，赶紧再次转移话题，声称银行和政府都不可能把农场交给一个女人，言下之意，黄石农场已经是无主之地了。卡拉走上前吐了他一脸口水，然后告诉他自己死也会拖个垫背的。男人复仇喜欢来痛快的，而女人更喜欢钝刀子杀人。既然你要蹬鼻子上脸，那现在索性就正式宣战。说罢，扭头走向自己的马车。班纳还不甘心，冲卡拉喊道：“你个女人既没有钱也没有男人，你拿什么跟我斗呢？”卡拉告诉他，达顿家还有一个侄儿，一个他没见过的狠角色。而另一边，一无所知的斯宾塞和亚历克斯完全沉浸在蜜月旅行中，沙滩、阳光、海洋，泛舟碧蓝，好不惬意。亚历克斯希望斯宾塞跟自己回英国面见父母，她告诉丈夫，战争也让自己失去了一个弟弟。夜幕降临，女人发现厚厚一叠没有拆封的书信，来信人是卡拉达顿。斯宾塞说那是自己的婶婶，不拆信是因为残酷的战争中，家书会让人坚强，也会让人软弱，所以这些信一直原封不动。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未拆封的信，让自己屡屡从险境中活了下来。亚历克斯迫切地想要看信，斯宾塞同意了。于是两人倒了杯酒，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开始读信。卡拉的信里满满的母爱让亚历克斯读得泪流满面，同时也把斯宾塞拉回了战争的残酷、少年牛仔的顽皮、农场的无拘无束的回忆中，前世今生一起涌上心头，感慨不已。一封封家书用平时的语言叙述着农场的趣事，侄儿调皮的胡闹让两人开心大笑，嫂子的流产又让艾利克斯同情不已。一封接一封，跨越着一年又一年，吸引着两人完全沉浸在对黄石农场的向往中，直到天明。亚历克斯打开了最后一封信，而这信里的内容让他惊呆了。他赶紧叫醒睡着了斯宾塞，这封信正是卡拉寄出的最后那封求救信，而这封充满焦急的信从寄出已经过去了3个月了。